这什么啊？信啊，秦明宇给你的。秦明宇，秦小楠的爸爸。哦，对，秦队。有什么着急事儿吗？什么年代还写信啊？不知道，人家的诚意，慢慢看啊。这哥哥可真实在。队长，你又去哪儿执行的任务啊？下水道。也不洗个澡再过来？这不有事要跟你交代吗？说完再洗。何叔，哎，最近啊，队来俩新人，不习惯气候，有点水土不服。你抽空啊，晚上没事去宿舍溜达溜达。队长，你自己怎么不去啊？不方便嘛。这当领导的要一碗水端平，对吧？太照顾新队员，老队员怎么办啊？而且你说万一出任务了，是让新人先上还是老人先上啊？门道。那当然了，我们队啊特殊，永远都是级别高的人先上。那肯定我是第一个，那你说我死了呢？嘿，至少要说牺牲。是牺牲，我要牺牲了呢？你牺牲了，副队长上呗。没心肝的。行了，不跟你多说了。这老队员啊，要有老队员的觉悟，关怀新同志，知道吧？还有啊，你得知道。没多大事，不用回电。回呀！一般人家说啊，我不要你回，就是要你回。我有女朋友，我了解。我还结过婚呢，那离了呀？加个微信吧，方便联系。好。好什么好？微信号呢？就是手机号。收到。嫂子，滚蛋！先忙了，有事再联系。我就说是嫂子嘛，给你发这么多小南的照片。少管闲事儿。把我的车也洗了。哎，哎，你给秦队打电话了没？没。我还以为你要给人打电话呢，这不像你啊，没什么礼貌啊。我打了，没接。我想起你跟我说他们值夜忙，不方便随时联系，就加了个微信。秦队长什么样？总是严肃巴拉的。瘦瘦的，黑黑的，高高的，眼睛很大。没了。说不好，反正挺帅。走了。哎，龟总，
坐。干嘛呀？我还要去见人呢。我这刚回来，我要卖力工作了。我大小也是一个总，和你职位一样的。你忙我不忙啊？你坐下，让我关心一下从大草原上回来的幸福女人。5分钟。你俩好了没？可以啊，听懂了。谈话结束。哎，坐下。说急就急，陆大队长怎么压得住你啊3分钟，说重点。好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订婚期？你怎么知道？不是吧？真结呀？你俩才和好多久啊？我给你算算，从春节到现在，有1个月没啊？差不多。就定了。啊？你帮你妈找离婚律师，和你爸离婚。他好多年没回来了，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靠谱的。咱们合作过这么多的律所，推荐一下就行。不是啊，姐姐，重点是，你帮你妈和你爸离婚。他们早该结束了。虽然我从小爸妈离婚，谁也不管我，但我还是觉得组建家庭不容易。都这么大年纪了，非要离婚，图什么呀？你也是，不劝和就算了，也别帮着找什么离婚律师吧。怎么，另有隐情啊？其实也不是隐情啦，就是最俗气的那种。当年我爸有了第3者，要跟我妈离婚。那你爸现在后悔了？差不多吧。但是我妈这个人对他感情就比较纯粹，忠诚一旦被打破了，就怎么着都不行。这个确实是婚姻的根基。其实当年我跟陆晨分手，多多少少也跟这事儿有关。那时候我爸妈天天吵架，有一次差一点动手。哎呦，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我也没人说。我想找他说，但是就怎么都找不了人。小时候就觉得分手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，就老提了好多次，但就那一次，他同意了。可能是受不了了吧。就是作，初恋都不懂谈恋爱。感觉上总想用分手拼命证明对方特别喜欢自己，还矫情，那会儿脸上长痘了都不愿意见。纯粹呗，就是喜欢，也没图别的，也不懂有什么好图的。其实，要没再遇到陆晨，我就想，我已经把生活过到了100分的状态，挺好的。要是没再遇到他，我可能自己过也挺好的。我倒没想过自己过，还是有期待的。找个跟我一样优秀的，1+1大于2，看命吧，反正宁缺毋滥。我去煮饺子，你先上去，煮好了我叫你们下来吃饭。又是饺子，你家陆晨手艺再好，也不能顿顿吃饺子吧？还没吃完，帮忙吃了啊。这星期忙，就在天晚了，估计回不了北京。
收到。工作忙可以不回家，但每天必须联系，抽空联系就行。感情需要维稳。收到。陆队什么时候归家呀？下周。下周？这不刚周一吗？他不是在天文吗？这每天要来回，太折腾，太累了。成年人不都为了工作吗？快上去辅导青小楠写作业，一会儿还加班呢，快！哦。你不是还喝凉的吗？再不喝就不好喝了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学校回来一直躲着我。没有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哪个品牌的戒指好吗？订婚戒指。订婚戒指？嗯，我想去逛逛。这种东西该让男人来买。我想买也可以啊，大不了到时候他再买一对，我们换着戴呗。谢谢。其实没有陆晨，你和他挺合适的，知根知底，一起留学，在国外也算相互扶持的患难之交了。你还嫌不够乱？悄悄说，你被暗恋这么久，没动过一点心思？没有。人又不是配对动物，看谁合适了就去动心。哎，我刚刚跟陆晨打电话，挂电话的时候没说再见，你说他会不会多想啊？人家堂堂特警大队长，会因为女朋友打电话没说再见而多想？早恋呢？几岁啊？关心则乱。咋了？好多年不和女孩子说话，打电话都不会打了。和嫂子吵架了？她挂电话的时候没说再见。哦，那肯定生气。你也觉得？以我有限的感情经验而言，100%。怎么了？又有事儿？没有。那你给我打电话是？说结婚的事儿。现在？我准备开会了。我已经跟领导打了口头报告，这个周末去你们家登门拜访。周末？哎，再说吧。不方便。不，我就是看看周末有没有工作，再说呗。好。好啦，那我先挂了，准备开会了。好。再见。再见。你能不能对我这个光棍进行辅导辅导？你给我介绍介绍失败的经验。你跟嫂子当初是为什么分？
们分开两地。有一段时间，他情绪化非常严重，经常不高兴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太忙了，也没顾得上深究。他说分手，我赌气的答应了。后来从我堂妹那儿知道，那段时间，他父母闹离婚。太吓人了，误会，全是误会。不算误会，年纪轻，不懂得低头，两个人都不懂。其实当时说开了，我服个软儿，没大事，都是被骄傲给耽搁的。其实现在想一想，两个人在一起，不就是轮流低头，轮流哄着对方过日子吗？是啊，没错，没错。骄傲这种东西，是给对手的，不是给亲人的。你挺懂。我妈说的。阿姨活得通透。那是，把我爸治得死死的。我能有完美童年、和谐家庭，全靠我妈的高情商。阿姨还说什么？哇，那太多了。有机会你跟我妈吃顿饭，保你婚姻幸福。不是让你小心吗？去一趟齐宁就有了。没有。那结什么婚呀？谈恋爱不好呀？陆晨对你挺好的啊，每次都是你拖人家后腿，不大好吧？吃吗？那他退婚的事情，还不是我忙前忙后，拉着我的父母替他摆平的。什么叫我拖后腿了？人家老老实实大好青年，想要结婚，想生孩子，有错吗？再说了，人家感情这么好，想要结婚了，就你在旁边叨。橘子还是苹果？都要。好嘞。从你去齐宁，我就让你当心，不要怀上。就是有话还没告诉你。陆晨他们家远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，准确点说，是比你看到的更复杂。我们都订婚了，我不是犹豫后悔，我就是怕我爸。我们在齐宁的时候，他给陆晨打电话，那个态度特别不好，我就担心他上门受气。叔叔什么态度我们再聊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呀。他们家除了他跟他姐姐，还有个弟弟跟妹妹，但不是一个妈生的。当初他爸妈离婚，他爸和一个同居的人没结婚，生下他弟弟。他妈妈再婚，跟第二任老公又生了一个女儿。第二任老公病逝以后，和他爸复婚，又把小女儿给带回来了。好复杂呀。看我干什么？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啊？对。读书那会儿啊，陆晨在家里最叛逆，他就是想吸引他亲爹的注意，就让他亲爹呀盯着他一个人教训，别动他姐姐和他妹妹。他从来都没有说过。嗨，他就是这性子，不说死扛着。不过啊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现在这4个人也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，啊。小山就是想的太多了，不过他也是担心你。我觉得呀，没必要想那么多，啊。不是你那3个姐姐跟姐夫跟你打小关系那么好，家庭关系处理起来我都觉得脑袋疼。他们家就更是难了，明白了吗？你得好好考虑考虑，谨慎一点。他那个妹妹现在好吗？读的也是警校，现在在河北当狱警，不怎么回来